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Migo 的自由指南。前2集呢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从台北到普吉岛的遥远路程。那么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全包式度假村 Club Med Phuket。这个全包式度假村呢，它基本包含了所有的餐酒和饮食，还有一些免费的活动在里面。那么每个度假村的官网呢，你都能够看到这些基本的活动有哪些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旅程吧。首先呢，从普吉岛机场到 Club Med 大概需要1个小时的车程，因此呢，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事先预约这个付费的度假村接驳车。这个度假村接驳车呢，来回呢是每个人2800块台币。抵达度假村之后呢 ，GO 会请你填写资料，然后跟你说明度假村的注意事项，然后呢就会带你参观一下度假村。通常呢都是你能够语言相通的 GO 来迎接你。度假村里面呢有100多位 GO， 也有呢来自台湾的 GO 好几位，所以呢你可以不用担心这个语言的问题。入村的时候呢，每一个人都会发一个 RFID 的开门手环，那么你可以请 GO 呢帮你开一个消费账户，他会先用信用卡呢预先授权额度，如果呢你都没有消费的话，那离开的时候呢结清之后就会把这个信用额度还到你的信用卡咯。另外呢，因为普吉岛的 Club Med 度假村呢，它是一个很长的度假村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不方便走路的话，那你在预定行程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告诉旅行社或者是 Club Med，请他们呢帮你选择离大厅更近一点的房型，不然呢，像我们住在 A 栋的话呢，每天呢都要走上非常多的步数呢，你才可以抵达大厅或者是餐厅，还有这个中央的泳池区。终于抵达 A 栋的房间啦，行李呢，他已经先帮你放到门口了。如果你离开的时候呢，你搭接驳车的话，那也是放在门口，他就会来帮你收。我预定的呢是最平价的标准房，天气好的时候呢，外面呢就可以看到草皮跟海景哦。
在我们客房外面的草皮区呢，有一个小吧台。白天的时候呢，这里都会供应免费的饮料跟咖啡水。那么休息一下之后呢，到了用餐的时间，我们就准备要去用餐喽。这里呢，一天供应有6个餐期，其中呢有3个正餐的餐期呢都是自助餐哦。自助餐厅呢有好几个厅式座位，白天的时候呢，我最推荐往里面走一点的海景座位，因为这边呢有冷气可以吹。那晚上呢，我就推荐坐露天的座位，那可以听到海的声音。在这边呢，只要看到没有人的座位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坐下，然后去取餐喽。用餐的时候呢，也可以邀请 GO 呢跟你一起用餐哦。在正餐的餐期当中呢，它会提供各式各样的餐点，有中日意、印度跟泰国料理供应在正餐的餐期。那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呢，这边每天呢它的菜色都有一些变化，那连续吃下来几天呢都不太会腻。像主餐呢也是几乎呢天天都会换菜色。像有的时候呢，餐厅的门口呢会有个小餐车，现做的 BBQ 或者是汉堡。那早餐时段呢，它的菜色就比较稍微固定一些。早餐呢，它就会供应很多种的蛋类料理，还有松饼啊、法国吐司跟面包这一类的。甜点区呢，它也是每天都会轮替不同的甜点哦。据说呢，只有在周日才有的芒果糯米，每天呢，它也会都换不同的口味的蛋糕。吃完饭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回到池畔酒吧休息喽。这张菜单上面呢，没有标价的，你都可以随便点随便喝，像 Mojito 啊，或者是 Pina Colada 都是不错的选择哦。也有呢咖啡果汁可以点。那其实点一杯呢，就可以在池畔放空看海1个下午，我觉得非常棒哦。偶尔呢，池畔旁边也会举办一些特别活动。那么如果你想到海边活动呢，泳池区的旁边呢就是度假村的后门，而出了后门呢就是卡塔海滩哦。那在泳池区旁边呢，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活动表演可以看哦。在池畔酒吧的后方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空间，这里呢每天都供应冷气，还有麻将桌啊，跟各种游戏可以外借。我前一天呢就事先预约了按摩，所以呢今天早上的行程呢，我就可以直接到村内体验泰式按摩喽。不过呢，我建议大家呢，第一天如果你到村的话呢，你可以先从大门出去左右边逛一下，因为呢村内的按摩价格呢比外面贵了好几倍。
另外呢，就是村外旅游的部分。虽然呢，度假村内就有村外旅游办公室，不过呢，外面跟线上平台呢，它其实也可以找到非常相同的行程哦。出了度假村之后呢，左边呢会比右边更热闹一些。原因呢，是因为这里白天呢它是一个市集，那晚上呢还有一个小夜市。那么左右边呢，它都有一间 7-Eleven， 在右边呢会比较大间一点。那左边呢，则是有屈臣氏啊这些商店可以逛。来泰国必喝的泰式奶茶，在度假村内没有供应，那就自己来 7-Eleven 买咯。我觉得呢，味道还不错哦。如果你来普吉岛呢，想要逛夜市的话，那我建议你安排周末的时候来，因为呢，周末的时候呢，夜市的选择有更多。不过呢，就算是如此啊，如果要从度假村叫车到夜市呢，还是超级贵的。好在呢，村外办公室呢，他们周日的时候呢，都有开放假日市集的报名哦。GO 呢会直接包车带你去逛夜市哦。然后是关于天气的部分，据说呢，到了5月之后呢，就是雨季。出发之前呢，看天气预报，每天都是雷雨交加。不过实际上呢，天气都还不错，只是海边呢，可能天天呢，几乎都是挂着红旗的。忽然呢，也许会有一个大暴雨，大概1个2个小时就会结束咯。如果你准备预定这个行程了，5月份开始呢，虎航呢就有跟旅行社合作的包机咯。如果你打算搭乘长荣或华航从曼谷转机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参考我们上一篇的转机方式哦。另外呢，我也推荐国泰的航班，虽然要在香港过夜，但是价格很不错哦。下了班之后就可以马上出发，回程的时间呢，当天就会到。另外呢，你是亚洲万里通玩家的话，这张票呢，只要2万点就可以换到咯。最后回家前一天呢，来柜台旁的 Departure Lounge 就可以知道明天几点搭车咯。另外呢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回程呢也是要行李直挂回台北的话，那你check in的地方呢应该是国际航厦，所以你务必要跟 GA 说你要到国际航厦哦。拿完登记证之后呢，也直接从国际航厦安检就可以咯。
最后呢，因为实质上要搭乘的呢，还是国内线的航班到曼谷转机，在国际航厦这里呢，会留一个专门的通道，让国际线的旅客呢，可以前往国内线的航班做登机。这个通道呢，会等到大家都到齐之后呢，才开门，所以呢，会等很长一段时间哦。总结来说呢，虽然这是我第一个 Club Med 的行程，出发之前呢，我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适合这一种度假村的行程。不过实际上呢，来到这边之后呢，我发现每一个人呢，其实都可以在村子里面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旅游方式哦。所以呢，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旅行方式。下一次呢，也许我们一起到其他的 Club Med 看看吧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咯。如果呢今天的分享内容有帮助到你的话，请你务必要按赞加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